大家好，是小颖。红烧肉看似简单，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好。今天我就把在酒店大厨学来的技巧分享给大家，保证做出来的红烧肉色泽明亮、软烂又入味，而且吃起来肥而不腻，又解馋。你要是学会了这种做法，保证在家也能做出酒店的味道。接下来跟着视频来看看我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大块在树上摘的五花肉。我们将五花肉改刀切成小段。做红烧肉时，尽量选择带皮的五花肉，这样翻炒时更容易上色，而且口感呢会更有嚼劲。还有就是，猪皮里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，非常适合爱美的女人吃。但不着急焯水，猪皮的表面呢有许多的绒毛、猪毛和汗腺，一定要处理干净。好多朋友没做这一步，都是直接切成块去焯水，这样做出来腥味比较大，所以您无论怎么做都觉得不好吃的了。处理方法很简单，先把锅烧热，然后把猪皮那一面烧一下，按压的力度不用太大，只要让猪皮和锅完全贴合就可以了。烫的时候呢，可以在锅的底部随意移动，不用总是在一个地方。如果锅内温度太高，可以用铲子按压，以免烫手。猪皮上有汗腺，而且腥味比较大，这样能够破坏汗腺，有效的去除腥味，而且一并去除猪毛之类的杂质。烧到皮焦黄以后才有效果，只有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。拿出来放入大碗中，倒入40度的温水，这样被烫焦的皮呢就会变软，大约需要1分钟左右。然后用刀很轻松就能刮去表面一层烧焦的猪皮，露出干净卫生的金黄色猪皮。经过这样处理好的猪皮，不仅很容易煮熟，而且呢香味更浓。关键是猪皮一点腥味都没有。猪皮烧与不烧，不管是卫生方面还是吃起来的口感，都是存在着较大的区别的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省略了这一步。刮干净后，多换几次清水，将它清洗干净就好。然后控干水分，放到菜板上，把五花肉改刀切成小块。制作红烧肉的肉块，在切的时候不宜太小，因为成品后肉块会收缩近1倍，切大一点，这样吃起来才过瘾。所以切时呢，要掌握好肉块的大小。一般来说，肉质的肥瘦程度决定了红烧肉的鲜甜适口度，所以五花肉最好选择3成肥3成瘦，并且保证肥瘦肉酱几分的比例，这样做起来呢会事半功倍哦。切好的五花肉呢，我们装入盘中。接下来准备一些大料，加入桂皮1小块，切记不要加的太多，否则吃起来有苦味。2颗八角，3片香叶，2片山楂。下面再准备一段大葱，直接切成小段。大葱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块去皮的生姜，改刀切成薄片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把大蒜，把它切成片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2个公鸡生的蛋，打入碗中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搅拌均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多倒入一些清水，然后把切好的五花肉凉水下锅，焯一下水。切记五花肉焯水时一定要凉水下锅，这样才可以有效的把里面的血水和杂质全部煮出来。再加入3片姜，把大葱也加进来，再加入适量的料酒，
去腥增香，然后开大火把水烧开。烧开锅后，我们会发现上面飘了一层浮沫，这就是腥味的来源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用勺子把这层浮沫给它撇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吃起来才不会发腥发柴。把里面的葱姜全部捞出来，扔掉不要，然后开锅后煮至1分钟，直接用漏勺控水捞出，然后直接放入提前准备好的温水里面，把五花肉上面残留的一些浮沫给它清洗干净。洗干净后，控水捞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再次起锅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然后用油滑一下锅，这样在炒制五花肉的时候就不容易粘锅了。接着把焯好水的五花肉直接倒入锅中，然后开小火把五花肉煸炒一下，炒出里面多余的油脂。这就是饭店里面的红烧肉，吃起来为什么肥而不腻的诀窍所在了。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五花肉也不要炒得太干了，不然做出来的红烧肉吃起来容易发干发柴。最后把五花肉炒至像视频里面这样，颜色有些微微发黄，而且出了很多的油脂就可以了。炒出来的这些油也不要浪费了，我们可以把它盛出来，下次留着炒青菜，非常好吃。接下来把五花肉全部盛出来，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先炒一个糖色，锅中加少许底油，加入1勺冰糖，开小火不停地翻炒，一直搅拌，主要是为了防止冰糖没有全部融化就出现焦糊的现象。随着冰糖的逐渐融化，糖汁会变成黄色，这时候我们会发现糖色变得越来越深了，最后变成像这样的枣红色时，把五花肉直接倒入锅中，然后开小火继续快速的翻炒均匀，把每一块五花肉都能裹上一层糖丝。翻炒均匀过后，再把所有的大料和姜蒜倒入锅中，继续翻炒均匀，炒出大料和姜蒜的香味。炒香过后，再加1勺老抽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，炒出酱香味。炒香过后，再倒入50度左右的温水。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温水一定要一次性加足了，水量只要没过五花肉就可以了。最后再加入少许的生抽，调一下颜色，1勺蚝油增鲜。搅拌均匀过后，扣上盖子，小火炖煮30分钟。时间到了以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向里面加入1勺食用盐，然后用铲子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过后，扣上盖子，再炖煮20分钟左右。在这里一定要记住，炖五花肉的时候，食用盐一定要最后放，不然炖出来的肉容易发柴。时间到了以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里面的汤汁明显变少了很多。开大火收一下汤汁，在这里汤汁也不需要收得太干了，稍微留有一些汤汁，可以拌米饭或者是拌面条吃，味道都非常的不错。最后把汤汁收成这样，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最后把锅里的汤汁淋在红烧肉上面，这颜色看上去更加的诱人了。红烧肉这样做出来色泽明亮，软烂又入味，看上去真的太有食欲了。吃上一口满嘴留香，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，真的是肥而不腻。不论是招待客人还是逢年过节，这道红烧肉都绝对上得了台面，特别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吃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，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
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